今晚，请你先想象一个画面，你站在没有灯光的旷野，抬头望向夜空，银河像一条淡白色的河，横跨天际，数不清的星光从黑暗深处一点一点浮现。那一刻，宇宙看起来一点也不空，它像是被星星、星系与发光星云塞得满满的。可是这幅画面欺骗了我们。当天文学家把尺度拉到最大，再把宇宙中的物质一项一项放上天平，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出现了。我们看见的星光只是浩瀚黑暗里极其稀薄的一层亮点，星系之间是延伸数百万甚至数亿光年的空洞，而构成宇宙的大部分质量与能量，我们既看不见，也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更惊人的是，这片空旷还在扩大，暗能量正在让宇宙膨胀加速，越来越多的星系终有一天会从我们可接收的讯息范围之外消失。在极其遥远的未来，夜空可能只剩下一座合并后的孤岛星系，其他一切都会沉入无法跨越的黑暗。所以今晚我们真正要追问的不只是宇宙有多大，而是宇宙为什么必须如此空旷，暗物质如何在黑暗中搭起星系的骨架，暗能量又会把这张宇宙之网带向哪里。最重要的是，在大爆炸与热寂之间，我们为什么刚好活在一个仍能看见宇宙历史的短暂时代。如果你也喜欢这类从一片夜空一路追到宇宙终局的内容，欢迎按赞并订阅，你的支持会让更多同样好奇的人找到这部影片。现在我们从那片看似繁星密布的夜空开始。第一章，夜空最美丽的错觉。在远离城市灯光的晴朗夜晚，肉眼大约能看见几千颗恒星，银河横过天空，像一条淡淡发亮的河。它带给我们一种错觉，宇宙里到处都是物质，到处都有光，可你看到的只是银河系里非常靠近太阳的一小片临近区域。银河系直径大约10万光年，而肉眼能辨认的遥远恒星仍然只是这座巨大星系中的少数亮点。这就像站在自家后院，看见几棵树，便以为整颗地球都是同一片森林。1995年，哈勃太空望远镜把镜头对准大熊座一小块看似完全漆黑的天空，那块区域小得惊人，伸直手臂，用一粒细沙去遮住天空，遮住的面积都可能比它更大。哈勃没有移开目光，他连续凝视了大约10天，把一颗又一颗微弱光子慢慢收集起来。最后，黑暗被揭开了。那张著名的哈勃深空影像里出现了大约3000个星系。注意，不是3000颗恒星，而是3000座星系，其中每一团微小光斑都可能包含数十亿甚至数千亿颗恒星。后来的深空观测一次又一次证明，无论望向哪个方向，只要看得够深，黑暗里几乎总能找到星系。于是另一个错觉又出现了，既然视线所及到处都有星系，宇宙应该非常拥挤才对。可是影像里到处都有，不等于空间里彼此靠近。可观测宇宙的半径约465亿光年，星系的数量究竟是数千亿，还是高达约2兆，仍取决于我们如何估算大量极暗极小的早期星系。但无论采用哪个数字，结论都不会改变。星系与恒星真正占据的体积和宇宙总体积相比，小的近乎可以忽略。用一个更容易想象的比例来看，如果把太阳缩成一颗直径1毫米的沙粒，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比邻星会在大约29公里之外，2颗沙粒中间隔着一座城市的距离。而这还只是银河系内部。银河系的可见圆盘直径约10万光年，最近的大型邻居仙女座星系距离约250万光年，相当于25个银河系直径。
如果把银河系做成一个1公尺宽的发光圆盘，仙女座星系就会在大约25公尺外，两者之间并不是塞满其他大型星系，而是以稀薄气体、暗物质以及大片几乎没有发光天体的空间为主。再把尺度拉到星系团之间，空洞会变得更加巨大。宇宙并不是一锅均匀洒满星系的汤，它更像一张3维蛛网，物质聚集在细丝与节点上，绝大部分体积则落在网眼般的空洞里。甚至原子本身也比日常直觉更空，原子核的尺度比整个原子小约10万倍，原子的质量几乎都集中在极小的原子核中，外围则由量子化的电子云决定大小。那里并不是一座座微型行星绕着原子核旋转，也不能简单说成什么都没有。更准确地说，物质在微观尺度上由量子场与几率分布构成，和我们想象中的实心小球完全不同。然而，就算把所有会发光的恒星、气体与尘埃都算进来，我们仍然漏掉了宇宙的大部分物质。真正让天文学家意识到这件事的人，是一位脾气强硬、想法大胆，而且长期不被相信的天文学家。第2章，看不见的宇宙骨架。20世纪30年代，瑞士天文学家弗里茨·兹维基正在研究后发座星系团。这是一个庞大的星系群，距离地球约 3.2 亿光年。兹维基测量了星系团中星系的运动速度。他知道星系团是由重力维系在一起的，所有星系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质心运转。他可以根据星系的运动速度计算出需要多少总质量才能产生足够的引力将它们维系在一起。然后他观测了星系本身，他数了数它们，测量了它们的亮度，并根据它们发出的光亮估算了它们的质量。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星系的质量不够大，差远了。根据可见物质来看，这个星团应该会解体。这些星系的运动速度太快，仅靠可见物质的引力无法将它们维系在一起。兹维基当年的粗略估算得到极大的质量缺口，一度高达数百倍。现代资料与更完整的气体测量修正了数值，但看不见的质量仍然占主导。他提出，大部分质量一定是暗物质，是看不见的不发光的物质，他称之为暗物质。没人相信他。暗物质听起来很荒谬，一种看不见的物质，它具有质量，但不会与光相互作用，这违背了常识。科学家们寻找其他解释，或许兹维基的测量出了错误，或许这些星系其实并非受引力束缚，或许我们对大尺度引力的理解是错的。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更多观测结果的出现，这个问题仍然存在。1970年代，天文学家维拉·鲁宾研究了漩涡星系的旋转，他测量了恒星与气体在不同半径上绕各自星系中心运行的速度。在我们的太阳系中，距离太阳越近的行星，其公转速度就越快。水星比地球快，地球比火星快，火星又比木星快。这是合理的，因为引力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离太阳越远，太阳的引力就越弱，你的轨道运行速度就越慢。星系的运作方式也应该如此。银河系中心附近的恒星运行速度应该比外围区域的恒星更快，但鲁宾观测到的并非如此。他发现，星系外围区域的恒星运行速度与靠近星系中心的恒星一样快，有时甚至更快。这完全说不通，除非外围区域有额外的质量，从而产生额外的引力，那里一定还藏着一团看不见的质量。鲁宾与其他天文学家的旋转曲线研究，为看不见的额外质量提供了更强也更独立的证据。星系所包含的质量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观测到的。从宇宙总物质成分来看，普通物质约占1/6，暗物质约占5/5，单一星系中的实际比例则会随星系类型与测量范围而改变。
而且不只是星系，暗物质在天文学家观测到的任何地方都能找到踪迹，在星系团中，在宇宙网中，在星系群的旋转中，在重力透镜测量中，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模式中，所有独立测量结果都指向相同结论：宇宙中大部分物质是看不见的，我们看不到它，我们不能碰它，它不发光，也没有被观测到明显吸收或散射光。如果它与电磁作用有耦合，那也必须弱得惊人，但它有质量，它能弯曲时空，它会产生引力。若只比较宇宙平均含量，暗物质大约是普通物质的5倍多。这不是说每1公斤物体旁边都固定附着几公斤暗物质，而是整体宇宙成分的比例。所以当我们之前计算出恒星只占宇宙空间的一小部分时，我们只计算了普通物质，暗物质占据的体积更大，尽管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它。在标准 λ-CDM 宇宙模型中，暗物质约占宇宙总质量能量的1/4多，普通物质构成恒星、行星与我们的物质只占约 5%， 这意味着宇宙中 95% 的质量能量是以我们尚未完全了解的形式存在的。让我们来谈谈暗物质究竟有什么作用，因为这对于理解星系存在的原因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暗物质，我们所知的星系很难在现有宇宙年龄与观测条件下形成。单凭普通物质的引力不足以将气体聚集在一起，形成恒星所需的致密团块。运作方式如下：在宇宙早期，氢气和氦气在空间中分布得相当均匀。为了形成星系，这些气体需要在引力作用下坍缩成致密的云团，但普通物质会与辐射相互作用。当气体云坍缩并升温时，它们会释放辐射，这种辐射会带走能量，但这同时也产生了阻止进一步坍塌的压力。气体在重力作用下会坍缩，但辐射压力向外推，阻止了坍塌。这种平衡只靠普通物质很难打破。暗物质提供了关键的一部分答案。暗物质不与辐射相互作用，它不发光，不吸收光，也不感受辐射压力，因此暗物质可以在引力作用下自由坍缩，而不会受到辐射的任何阻碍。在早期宇宙中，暗物质构成了结构的支架和框架。暗物质能比普通物质更早开始有效聚集，形成光晕，也就是由自身引力维系在一起的球形暗物质云。这些暗物质晕形成了引力井，即时空结构中的深坑。普通物质、氢气和氦气都落入了这些引力井。当气体落入暗物质晕中并聚集起来后，它可能会进一步坍缩并开始形成恒星。在标准宇宙结构形成途径里，大多数星系都嵌在暗物质晕之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星系，也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恒星和气体，位于一个更大的暗物质晕的中心。银河系的可见圆盘直径约为10万光年，但其暗物质晕至少延伸至60万光年，甚至可能更远，那比我们可见的星系大6倍。暗物质晕的质量大约是可见星系中所有恒星和气体质量总和的10倍。所以当你观测银河系的图像时，你看到的只是该星系总质量的不到 10%， 其余部分是不可见的暗物质。围绕着可见部分，大多数星系都被认为具有这类结构：一个由恒星和气体组成的可见部分，以及一个由暗物质组成的更大的不可见部分。暗物质主导星系的引力，决定恒星的运行速度以及星系与邻近星系的相互作用。天文学家可以透过测量星系的旋转方式来绘制暗物质晕的分布图。在星系的外围区域，远离可见边缘的地方，仍然存在气体云和一些恒星。透过测量这些天体的轨道速度，天文学家可以确定它们的总质量，而且他们始终发现这些物质的质量远远超过可见物质所能解释的质量。这种额外的质量具有特定的分布特征：中心密度最高，
向外密度逐渐降低，密度下降的速度比可见物质的密度下降的速度慢得多。可见物质集中在银河系盘状区域，暗物质分布在一个球形晕中。这种分布上的差异是天文学家确信暗物质与普通物质在本质上有所不同的原因之一。它不仅是普通物质构成的暗云，也不是行星、失败的恒星或尘埃，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天文学家在地下深处建造了灵敏的探测器，试图捕捉暗物质粒子。探测器位于地下，以屏蔽宇宙射线和其他干扰。他们正在寻找极其罕见的事件，即暗物质粒子穿过探测器并与普通原子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应该极为罕见，因为暗物质几乎不会与普通物质发生相互作用。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足够大的探测器，并且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你可能会探测到一些事件。到目前为止，这些实验还没有任何确切的结论。虽然有一些迹象表明可能存在暗物质，但尚未得到证实。其他实验则在大型强子对撞机等粒子对撞机上寻找暗物质，其想法是透过以极高的能量将普通粒子碰撞在一起来产生暗物质粒子。如果暗物质粒子在这些碰撞中产生，它们会飞出探测器而不留下任何痕迹，因为它们不会与普通物质相互作用。但是它们的存在可以透过缺失的能量和缺失的动量来推论。碰撞的总能量和总动量必须守恒，如果某些能量和动量消失了，那一定是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带走了，那东西可能是暗物质。再次强调，目前尚未检测到任何阳性结果。关于暗物质究竟是什么，我们目前有几种理论。目前最主要的候选粒子称为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 WIMP， 这些是亚原子粒子，比之子重，但仅通过引力和弱合力相互作用。弱合力是某些类型放射性衰变的原因，它极为微弱，因此得名。其作用范围仅限于原子核以下的距离。如果暗物质粒子只透过弱作用与普通物质偶尔碰撞，直接探测事件就会极其罕见，但并非原理上完全不可能。弱相互作用重粒子是在早期宇宙中形成的，当时宇宙温度足够高，足以形成它们。随着宇宙冷却，弱相互作用重粒子 WIMP 的产生停止，导致一定数量的 WIMP 冻结在宇宙中。若这类粒子具有合适的质量与作用强度，早期宇宙的热冻结机制可以自然留下接近观测需求的暗物质丰度。这个数量级上的巧合被称为 WIMP 奇迹，使 WIMP 长期成为最受重视的候选者之一。但多年未直接探测到讯号后，它已不再是毫无竞争者的唯一主角。尽管经过数十年的搜寻，仍未侦测到弱相互作用重粒子，这促使一些物理学家考虑其他替代方案。轴子是另一个候选粒子，这些是假想粒子，比弱相互作用重粒子轻得多，可能比电子轻100万倍。轴子最初是为了解决粒子物理学中的另一个问题而提出的，但它们也可以解释暗物质的存在。如果它们存在，那么它们的数量将非常庞大，才能达到所需的质量。但由于它们非常轻，它们的行为与弱相互作用重粒子不同，会在不同的尺度上形成结构。还有原始黑洞，这些黑洞是在早期宇宙中由密度波动形成的，而不是由恒星坍缩形成的。如果形成了足够多的质量范围适当的原始黑洞，它们就可以解释暗物质的形成。它们有质量，会产生引力效应，但不会发光。许多质量区间已被微引力透镜，宇宙微波背景与其他观测排除，但原始黑洞在部分质量窗口中仍可能贡献一部分，甚至在特定模型下成为主要暗物质。我们没有观测到大量黑洞所产生的重力透镜效应。有些物理学家甚至提出，暗物质并不存在，而是我们对重力的理解在大尺度上是错误的。
这种方法称为修正牛顿动力学或 MOND。其核心想法是，在加速度极低的环境里，物体的动力学或引力定律可能偏离普通牛顿形式。在星系尺度的引力场中，引力可能比牛顿预测的还要强，因此无需暗物质的存在。MOND 可以很好地解释星系旋转曲线，但它难以解释其他观测结果，如星系团、重力透镜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模式。大多数物理学家倾向于暗物质理论而非修正重力理论，因为暗物质理论能够更一致地解释更多观测结果。但是，在我们直接探测到暗物质之前，修正重力仍然是一种可能性。关键在于，大量彼此独立的观测强烈支持暗物质的存在，因为我们可以测量它的引力效应，但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它可能是弱粒子、轴子、原始黑洞，或是我们尚未想到的其他东西。这是物理学中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我们正在努力了解，宇宙总质量能量中约1/4多的暗物质究竟是什么，但我们还没有确切的答案。而这个谜团让宇宙显得更空虚。不仅空间大部分是空的，存在的物质大部分也是看不见、不为人知的。我们现在被暗物质包围着，它不断地穿过你的身体。如果暗物质由某些常见候选粒子构成，庞大数量可能每秒穿过地球与你的身体，但在不知道粒子质量与性质之前，不能给出可靠的固定通量。你感觉不到它，因为它不会发生电磁相互作用，它不会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与你体内的原子发生碰撞，它就像你根本不存在一样从你身边穿过。我们之所以知道它的存在，唯一的原因是我们可以测量它对星系、星系团、宇宙大尺度结构的引力影响。但就人类的尺度而言，在地球上，在我们的太阳系中，暗物质是完全无法察觉的。它就在那里，它有质量，但它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微乎其微，仿佛它根本不存在。这就是暗物质如此奇特的原因。它是宇宙中物质的绝大部分。从宇宙平均总量来看，暗物质大约是普通物质的5倍多。它对星系形成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它，就不会有星系，就不会有恒星，也不会有行星，生命无法诞生。然而，我们既看不到它，也摸不到它，无法直接探测到它，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这就像发现你家的大部分建筑材料都是看不见的，你看不见也感觉不到，但它一定存在，因为房子屹立不倒。第3章，让膨胀开始加速的神秘成分。而真正改写宇宙未来的，还不只是暗物质。接下来是暗能量。1998年，2支独立的天文学家团队正在研究遥远的超新星。这些是爆炸的恒星，它们短暂的光芒堪比整个星系，一种名为 A 型超新星的特殊类型，其亮度非常稳定。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A 型超新星如此有用。A 型超新星来自含有白矮星的双星系统，但确切前身并不只有一条道路，有些可能是白矮星从半星吸积物质接近临界条件后发生失控热核爆炸，另一些则可能来自2颗白矮星合并，所以它们不是每次都在完全相同的质量下爆炸，峰值亮度也不是天生一模一样。真正让它们成为宇宙距离尺的，是一套可校正的规律。天文学家利用光变曲线的形状与颜色，把 A 型超新星校准成高度可靠的标准化烛光。校准后，它们的固有亮度可以被精确比较，这使它们成为标准化烛光，不是天生完全一样，而是经校正后能提供可靠的距离尺度。如果你观测一颗 A 型超新星，并测量它从地球上看起来有多亮，你就可以计算出它离我们有多远。简单的平方反比定律，如果一个物体距离你2倍远，它看起来就会变暗4倍，距离远了3倍，
亮度按了9倍。测量表观亮度，了解实际亮度，计算距离，这是测量遥远星系距离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在1990年代，有2个团队决定利用 IA 型超新星来测量宇宙的膨胀速度。HiZ 超新星搜寻团队与超新星宇宙学计划独立小组采独立方法，互相交叉验证结果。他们的目标是确定宇宙膨胀是否正在减慢。如果正在减慢，速度有多快？他们会找到数十亿光年之外的遥远超新星，测量它们的距离和红移。红移可以告诉你一个星系正在以多快的速度远离我们。来自远距离物体的光线会被拉伸成更长的波长，向光谱的红色端移动。光线红移程度越大，衰退速度越快。透过比较许多不同距离的超新星的距离与红移，它们可以建立宇宙历史上距离与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这将告诉他们宇宙在过去不同时期膨胀的速度有多快。大家都预料到扩张速度会放缓。宇宙大爆炸之后，宇宙开始迅速膨胀，万物分崩离析。但物质具有质量，质量产生引力，重力会将物体聚集在一起。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力应该会减缓膨胀速度。问题不在于扩张是否放缓，而在于放缓的程度。宇宙中是否有足够的物质，最终阻止宇宙膨胀并导致宇宙重新坍缩，或者扩张会永远持续下去，但速度会越来越慢。要找到答案，需要对非常暗淡、非常遥远的超新星进行非常精确的测量。2个团队都花费数年时间寻找超新星，利用当时最大的望远镜进行观测，并仔细分析数据。1998年前后，2个团队分别公布了研究结果。遥远的超新星比预期的要暗淡，虽然差异不大，但具有统计意义。越暗淡意味着距离越远，比预期更远的距离意味着宇宙膨胀的幅度超过了预测。只有当扩张速度随时间推移而加快，而不是减慢时，这种现象才说得通。宇宙的膨胀正在加速，这完全出乎意料，令物理学界感到震惊。最初许多物理学家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是观测或分析中的一些系统性误差，但2队独立得出了相同的结果。随着随后几年观测到的超新星越来越多，讯号也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晰。宇宙晚期的加速膨胀逐渐得到多种独立宇宙学观测的支持。宇宙的整体膨胀动力学中似乎存在一种具有负压的成分，使膨胀由减速转为加速，我们称之为暗能量。但这只是我们无知的标签而已，我们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最简单的解释是，暗能量是空间本身的一种属性，空的空间蕴含能量。这听起来很奇怪，但量子力学可以预测到这一点。在量子场论中，即使是空的空间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它充满了遍布整个宇宙空间的量子场。这些场具有基态，即最低的能量水平，但这种基态具有非零能量密度。即使在真空中，量子场也会为每立方公尺贡献一定的能量。若它完全不随时间改变，可用爱因斯坦方程中的宇宙常数描述，它是否等同于量子场的真空能，仍是核心难题。爱因斯坦其实在1917年就提出了宇宙常数的概念，并非因为他了解量子场，而是因为他想让宇宙保持静止。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宇宙是永恒不变的，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式预测，宇宙要么在膨胀，要么在收缩，它不可能静止不动，因为重力会把所有东西拉在一起。爱因斯坦在他的方程式中加入了宇宙常数，这个常数代表一种可以平衡引力并保持宇宙静止的排斥力。在埃德温·哈勃发现宇宙实际上正在膨胀之后，他称这是他犯下的最大错误。但80年后的今天，观测结果显示宇宙常数或许是真实存在的，尽管原因有所不同。
如果暗能量是宇宙常数，它的密度不会像物质那样随空间膨胀而稀释，物质分散到愈来愈大的体积，平均密度持续下降，宇宙常数的密度却保持不变，因此它在晚期宇宙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在广义相对论里，这种能量密度与负压共同改变宇宙尺度因子的演化，使整体膨胀转为加速。这不是简单的空间愈多就制造更多能量，在推开更多空间机械回馈。在动态时空里，全宇宙的总能量本来就不能用普通封闭盒子的方式处理，这是对暗能量最简单的解释。但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称为宇宙常数问题。当物理学家根据量子场论计算真空能量密度时，他们得到的答案大约是我们观测到的10的120次方倍。这是一个数字，后面跟着120个零，理论预测值与观测值相差120个数量级。这是物理学史上最糟糕的预测，可以说是理论物理学中最大的未解难题。要不是我们对量子场论的理解有灾难性的错误，就是存在某种机制抵消了大部分真空能量，只留下极少量的残余能量。没有人知道这种机制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抵消会如此精确却又不完全。另一种解释认为暗能量可能并非恒定不变，这可能是个动态领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被称为精质，以古代第5元素的概念命名，超越土、水、气、火。在精质模型中，暗能量是一个充满空间的场，其能量密度可以改变，该领域过去可能较弱，未来可能会增强或减弱，这将改变暗能量对宇宙随时间膨胀的影响方式。一些模型表明，暗能量甚至可能逆转，从排斥性转变为吸引力，这最终可能会阻止宇宙膨胀，并导致宇宙在大坍缩中重新坍缩。目前资料仍大致符合宇宙常数，但暗能量是否会随时间演化，仍是精密观测正在检验的问题。现有研究尚未形成足以取代标准宇宙常数模型的定论。如果宇宙常数模型成立，尺度因子会持续加速增长，未受束缚的远方结构也会愈来愈难彼此交换讯息。无论暗能量究竟是什么，它的存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暗能量约占宇宙总质量能量的 68%， 暗物质约占 27%， 普通物质含量约为 5%。 想想看，我们生活在一个宇宙中，其中约 95% 的总质量能量都不属于熟悉的普通物质。在标准宇宙模型里，约 27% 是暗物质，我们看不见它，却能测量它的引力效应。约 68% 则归入暗能量，我们同样看不见它，只能从宇宙晚期的加速膨胀推断其存在。只有 5% 是普通物质，也就是构成恒星、行星、气体、尘埃以及我们自己的物质。即使这 5% 的人口也分布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以至于在大多数地方，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宇宙中充斥着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事物，这应该让人感到谦卑。我们以科学认知为荣，致力于解释宇宙的运作规律。我们已经破解了原子结构，绘制了人类基因组图谱，并向太阳系外发射了探测器，并侦测到了重力波。我们了解化学、电磁学、核力、量子力学、相对论。但当我们从整体上看待宇宙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宇宙的大部分仍然是个谜。我们可以测量暗物质的影响，但无法确定它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测量暗能量的影响，但对于其成因尚无公认的理论。我们就像古代的天文学家，能够追踪行星的运动，但却不知道行星是世界，也不知道地球本身就是一颗行星。我们可以测量和预测，但我们无法深入理解，而这种不理解反而让空虚感更加令人不安。不只是空间大部分是空的，问题在于，即使存在少量此类物品，它们也大多不为人知。
所以宇宙并非空无一物，并非物体之间存在大量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空虚的，因为大部分存在的事物都是不可见的，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而我们能看到的这些部分更是极为罕见。但这种空虚感还有另一层意义。第4章，宇宙网的另一面。这种空旷还有更巨大的版本，宇宙空洞。当天文学家绘制大片空间中星系的分布图时，他们发现星系的分布并非随机的，它们聚集在一起形成群落，这些群落又形成更大的结构，称为超星系团。这些超星系团透过绵延数亿光年的星系丝状结构相互连接，这些细丝之间存在空隙，几乎没有星系存在的广大区域。让我更详细地描述一下它的样子，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奇特。在上世纪80年代，天文学家开始绘制星系位置的立体地图，他们不仅测量了星系在天空中的位置，还测量了它们的距离。距离是利用红移来测量的，来自遥远星系的光线会因空间膨胀而被拉伸，朝向更长、更红的波长移动。星系红移越大，距离越远。透过测量数千个星系乃至数百万个星系的红移，天文学家可以绘制出它们在空间中的3维位置。于是，一种模式显现出来了：星系的分布并不像夜空中的星星那样均匀，它们排列成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星系的长丝状结构、星系片状结构、丝状结构交汇形成的星系团，这些结构之间存在空隙。第一个大型空洞于1981年由罗伯特·基什纳及其同事发现，他们当时正在勘测木夫座内的星系位置。他们原本预期会发现星系分布的大致均匀，相反，他们发现的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星系的区域，一个直径约 3.3 亿光年的球体，其中只包含约60个星系，这后来被称为木夫座空洞。为了了解这区域有多空旷，想想看，像这样大小的典型区域大约包含1万个星系，木夫座空洞有60个，这比预期的星系数量少了 99.4%。 它并非完全空置，那里有60个星系，大部分是小型矮星系，也有一些较大的星系，但它几乎是空无一物的，同时又是可观测宇宙结构的一部分。一位观测者身处星系中的行星上，位于木夫座空洞的中心，向四面八方望去，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距离我们最近的数量可观的星系群，无论在哪个方向，都在 1.65 亿光年以外。相较之下，我们最近的大型星系邻居仙女座星系，距离我们只有250万光年。我们身处宇宙中一个相对拥挤的区域，如果没有一台极其强大的望远镜，木夫座空洞的观测者几乎看不到任何星系，夜空将一片漆黑。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依然存在，宇宙大爆炸的微弱余晖以微波频率的光充满宇宙空间，但在可见光下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天空看不到银河带，因为观测者所在的星系很可能是个没有明显星盘的小矮星系，肉眼不可见邻近星系，只有一片黑暗。在发现木夫座空洞之后，天文学家寻找其他空洞，结果发现它们遍布各处。空洞并不罕见，它们是宇宙大尺度结构的主要特征。宇宙的大部分体积都是空的。天文学家也研究其他更大尺度的低密度区域，它们的边界与尺寸会随测量方法而异。它包含的星系很少，而且大多数都很小很暗。波江座超空洞也同样巨大，直径约10亿光年。这个特殊的空洞很有意思，因为它对应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的一个冷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宇宙大爆炸遗留下来的辐射，它以大约 2.7 开尔文的温度，略高于绝对0度，照亮整个天空。这个温度在各个方向上都非常均匀，差异很小，大约只有10万分之一，
但这些微小的差异却意义重大，它们代表了早期宇宙中的密度波动，后来发展成星系、星系团和宇宙空洞。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波江座超空洞表现为一个温度略低于平均的区域。这个冷点令人费解，因为它比理论模型预测的更大更冷。如果那个方向存在一个巨大的空洞，光子穿过它时会失去能量，脱离空洞的引力影响，使它们看起来更冷。但观测到的冷斑比预期的还要极端，即使对于像波江座超空洞这样大的空洞来说也是如此。冷斑曾引发包含非常规宇宙学在内的各种猜想，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它来自所谓宇宙碰撞。更有可能的是，这只是一个异常大的空洞加上统计波动，但这表明宇宙空洞是多么神秘和极端。本地空洞就在我们所在的本地星系薄片旁边，是离银河系最近的大尺度低密度区域之一，它的直径只有大约 4.5 亿光年，比巨型空洞或木夫座空洞要小，但它仍然非常空旷。局部空洞由局部星系片所包围，本地星系薄片包含本星系群，其中包括银河系、仙女座星系以及数十座较小星系。我们正站在这个深渊的边缘，凝视着它。天文学家也辨认出被称为偶极排斥体的低密度方向，它与我们周围的速度场有关，但不能简单等同于本地空洞本身。这是一个密度较低的空间区域，似乎正在将我们所在的星系群推离它。这是引力效应，空洞不会直接推动，因为它本身是空的，但是空洞周围的高密度区域会将物质吸引到它们周围。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在空洞内部或附近，这会产生一种来自空洞中心的明显排斥力。物质从空隙流向丝状结构和团块，星系速度观测证实了这一点。位于星系空洞附近的星系往往会远离空洞中心，丝状结构中的星系往往会沿着丝状结构往星系团移动，整个结构是动态的。物质在数亿年的时间里从低密度区域流向高密度区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空洞并不会消失，它们不是会随着物质流入而最终消失的暂时性特征。事实上，空洞正在扩大，随着宇宙膨胀，低密度区域的物质变得更加分散，而高密度区域的物质则变得更加集中。从宇宙学的角度来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空洞扩张速度比平均扩张速度快，因为它们的物质较少，无法在局部减缓扩张。由于密度较高，丝状体和团块的引力较强，因此它们的膨胀速度较慢，甚至会收缩。因此，宇宙网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明显，丝状物变得越来越密集，空隙变得越来越空旷。最终，在数十亿年后，宇宙中的大部分物质将集中在孤立的星系团中，这些星系团被几乎空无一物的巨大空洞隔开。暗能量会加速这个过程，随着扩张速度加快，空洞成长速度也更快。物质在膨胀将其带离之前，从空洞流向细丝的时间更短，因此暗能量正在加速拉开未受引力束缚的宇宙结构，将其拉伸，使空洞更大，更占主导地位。宇宙正朝着极致的虚无演化。在太空深处，环境与我们所在的区域截然不同。我们生活在本地的薄片中，这是一个相对密集的结构，在几百万光年的范围内，存在着数十个星系。如果你有一台望远镜，就能看到夜空中繁星点点，星系繁多的景象。银河系和其他附近星系中恒星的形成仍在继续，新星诞生，旧星消亡，循环往复。在宇宙空洞里，星系的生长环境确实与星系团不同，它们通常比较孤立，较少经历大型合并与强烈潮汐扰动，因而能保留不同的演化轨迹。但空洞星系并不等于缺气、暗淡、停止形成恒星的化石。
不少空洞星系反而相当富含气体，颜色偏蓝，仍在形成新恒星，只是它们周围可袭击的物质与互动机会较少，整体演化历史与高密度环境中的星系不同。正因如此，空洞星系成了研究环境如何影响星系成长的天然实验室。但这也意味着空洞星系是孤独的、孤立的、寂静的。诞生于空洞星系中的文明对宇宙的看法会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看到的星系数量会少很多，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所处的宇宙比实际情况要空旷得多。他们的宇宙论会与我们不同，因为它所基于的观测结果并不包括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所看到的丰富结构。他们或许会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并意识到宇宙起源于一个炽热而致密的宇宙，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宇宙的大部分是由丝状结构和团块构成的。他们或许认为自己孤独的空洞代表了整个宇宙，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想法。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受到我们所处位置的影响，我们很幸运地身处一个相对密集的区域，这里星系众多，宇宙网清晰可见。如果我们身处一片空洞之中，我们的宇宙学知识将会匮乏，我们的观测资料也会逊色不少。位置很重要，即使在宇宙尺度上也是如此。宇宙空洞的存在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早期宇宙的重要讯息。我们今天看到的丝状结构和空洞图案起源于大爆炸后不久发生的微小密度波动，密度比平均密度高出10万分之一的区域，经过数十亿年的时间坍缩成丝状物和团块。密度比平均密度低10万分之一的区域变成了空洞。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构是宇宙历史最初时刻量子涨落的放大回响。这些初始起伏影响星系在哪里形成，宇宙空洞在哪里出现，也间接决定后来物质可以聚集成什么。如果波动幅度稍有不同，模式也会有所不同。星系会位于不同的位置，银河系可能位于一片空洞中，而不是一条细丝状结构。地球可能根本不会存在，因为形成太阳系的气体云可能位于一个没有坍缩成星系的区域。我们的存在要归功于早期宇宙中特定的密度波动模式，而这个模式就包括空洞。空隙并非结构形成失败的标志，它们是宇宙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密度较低的区域，就不会有密度过高的区域。构成丝状物和团簇的物质必然来自某个地方，它来自空洞。所以，宇宙为了创造我们所看到的结构，牺牲了密度，形成了空洞。随着宇宙不断膨胀，空洞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占主导地位。最终，数万亿年后，可观测宇宙的大部分将变成空洞，仅存的几个星系团将成为茫茫宇宙中孤立的岛屿。第5章，正在关闭的宇宙窗口。要理解这片空旷为什么还在增长，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宇宙膨胀究竟是什么。它不是所有星系从某个爆炸中心像碎片一样飞进原本空着的空间，而是星系之间的空间尺度本身在改变。常见的比喻是在气球表面画上一些小点，当气球膨胀，点与点之间的距离增加，小点不必沿着表面奔跑，承载它们的表面本身就在拉伸。这个比喻并不完美，却抓住了关键。在均匀膨胀的宇宙里，没有哪一座普通星系是唯一中心。星系离得越远，我们通常观测到的退行速度就越大，这就是哈勃勒梅特定律。可是，这里有一个极容易混淆的地方：足够遥远的星系，因空间膨胀而产生的退行速度可以超过光速。这不违反狭义相对论，因为它不是一个物体在自身附近的空间中超光速飞行。更重要的是，退行速度超过光速，并不自动代表它此刻发出的光永远到不了我们。宇宙学里至少要区分3种尺度，
哈勃半径粒子世界以及宇宙事件世界。哈勃半径大约是退行速度等于光速的距离，但它不是一堵不可穿越的墙。粒子世界描述的是从宇宙诞生至今，光最多有时间让我们看见多远。今天可观测宇宙的共动半径约为465亿光年。事件世界问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宇宙持续加速膨胀，今天发出的讯号最远还能从哪些区域在无限未来抵达我们？正是这道事件世界决定了宇宙长远的孤立命运。我们今天能看见许多极远星系，是因为它们在遥远过去距离更近时发出了光。随着时间推进，那些星系的影像会越来越红，越来越暗，讯息抵达的间隔也会越拖越长。最后，它们不会像灯泡突然熄灭，而是渐渐冻结在极端红移的微弱残影里，淡出任何实际可探测的范围。受引力束缚的结构则不同，太阳系不会被标准的宇宙膨胀拉大，银河系与仙女座星系也受本星系群的引力束缚，未来很可能合并。但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并不是一个完整受束缚的巨大天体，它的大部分成员最终仍会随宇宙膨胀彼此远离。在数百亿到更漫长的岁月后，本星系群以外的星系会逐步淡出可观测天空，宇宙微波背景也会被拉伸到越来越长的波长，温度不断下降，最后低到未来文明几乎无法从各种背景噪声中辨认。那时，一个诞生于合并后孤岛星系的文明，可能看不见宇宙膨胀，也找不到大爆炸留下的微波余晖。他们或许能发展出精密的物理学，却可能误以为自己的星系就是全部宇宙。这带来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今天的我们是否也失去了某些更早更深的宇宙证据，只是自己还不知道。可观测宇宙从来不是全部宇宙，它只是光与宇宙历史允许我们接触的一块区域，而在加速膨胀的背景下，能与我们交换讯息的宇宙会越来越孤立，整体空间可以继续增长，我们通往外部宇宙的窗口却会逐渐关闭。第6章，我们活在最适合看清宇宙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其实非常幸运，我们活在一个遥远星系仍然可见，宇宙微波背景仍能探测，宇宙膨胀仍可测量的时代。在极其遥远的未来，这些线索会变得微弱到几乎无法辨认。未来的文明所掌握的资讯将比我们现在少，他们将继承一个更孤独、更黑暗的宇宙。这引发了关于我们在宇宙历史中的地位的深刻问题。在宇宙的时间线中，我们是处于早期还是晚期？宇宙的年龄约为138亿年，少量恒星形成可能延续到极其遥远的未来。低质量红矮星本身也能燃烧数兆年，因此若用整个恒星时代可能延续的长度来比较，今天依然非常早，我们来得非常早，但这不代表大多数恒星都尚未形成。宇宙恒星形成率早已越过高峰，如今正在下降。真正特别的是，仍有恒星、遥远星系和早期宇宙证据同时可见。我们可能是宇宙中最早出现的文明之一，也可能不是。或许智慧生命很普遍，而我们只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或许这种情况很罕见，而我们也很特殊。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确知的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宇宙最容易观测的时代。在遥远的过去，宇宙太过炽热稠密，无法形成结构。在遥远的未来，它将过于空旷黑暗，不适合宇宙学研究。现在我们正处于最佳状态，这并非巧合。生命需要一定的条件，例如恒星、行星、稳定的环境以及数十亿年的演化。这些条件存在于恒星时代，此时宇宙冷却到足以形成结构，但尚未膨胀到结构孤立存在的程度。因此，能发展宇宙学的智慧生命较可能出现在既有长寿恒星又仍保留丰富宇宙线索的时代。
这是一种被称为人则原理的选择偏差。我们之所以观测到宇宙处于适宜生命存在的状态，是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存在并观测到它。如果宇宙太年轻、太热、密度太高，我们就不会存在；如果环境太古老、太寒冷、太空旷，像生命这样复杂的结构可能就无法形成。所以，我们此时此刻的存在并非偶然，这至少反映一种选择效应。能提出问题的观测者，只会出现在允许复杂结构存在的时代，但即使在恒星时代，宇宙学的研究窗口也更加狭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遥远的星系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兆年后，遥远的星系将消失，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也将变得微弱。极其遥远的未来，利用外部星系与宇宙微波背景重建早期宇宙，将变得困难得多。因此，从宇宙学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一个短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宇宙既是可观测的，也是有智慧生命居住的。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时期，我们所观测到的是一个变得越来越空虚的宇宙。第7章，从几乎均匀到星系与空洞。现在，把时间倒转回去，宇宙并不是一开始就像今天这样空旷。在极早期，宇宙处于极热、极密的状态，随着空间膨胀，温度迅速下降，夸克形成质子与中子，原子核在最初几分钟内出现。大约38万年后，电子与原子核结合，光子终于能在空间中自由传播。那批古老光子就是今天的宇宙微波背景，它为我们留下了一张婴儿宇宙的照片。照片里的宇宙均匀得惊人，不同方向的温度起伏大约只有10万分之一，但正是那10万分之一，成了后来所有星系、星系团、宇宙丝与空洞的种子。密度稍高的地方，引力稍强，会吸引更多物质，物质增加后，引力又进一步增强。这个回馈持续数亿年，最终让微小起伏长成宇宙大尺度结构。密度稍低的区域则逐渐失去物质，最后扩展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巨大空洞。可是，另一个难题随即出现：相隔极远的早期宇宙区域，为什么会拥有几乎相同的温度？依照普通膨胀历史，它们似乎没有足够时间交换讯息，达到热平衡。目前最重要的解释框架是宇宙暴胀。暴胀模型提出，在极早期一段短的难以想象的时间里，空间经历近似指数式膨胀，把原本微小、彼此有因果联系的区域拉伸到远超今天可观测宇宙的尺度。这套框架能同时解释宇宙为什么如此均匀，为什么空间曲率接近平坦，也能把微观量子涨落拉伸成宇宙结构的初始种子。但必须说清楚，暴胀是非常成功也非常主流的理论框架，却还不是已被直接观测确认的唯一答案。我们不知道驱动暴胀的场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暴胀的精确能量尺度与完整机制。原稿里常见的说法，例如整个可观测宇宙曾经小于一颗质子，暴胀后刚好变成一颗葡萄柚，高度依赖特定模型，不能当成确定历史。真正可靠的核心是，早期宇宙非常热，非常均匀，却带着极微小的起伏，引力与暗物质把这些起伏逐步放大，形成星系与宇宙网。如果完全没有起伏，物质就会一直均匀稀释，星系无从形成。如果起伏大的太多，结构可能过早坍缩，宇宙也会变得截然不同。我们观测到的起伏幅度恰好允许结构逐步形成，让恒星有时间制造重元素，也让行星与生命在后来出现。空洞因此不是宇宙造坏了的地方。物质流向高密度区域时，低密度区域必然被掏空。没有空洞，就没有供应星系丝与星系团的物质来源。宇宙的空旷与宇宙的结构，
其实是同一个形成过程的两面，但故事还有更多内容。第8章，空旷并不是宇宙的失败。密度起伏决定物质最初往哪里聚集，但膨胀决定了物质随时间扩散的程度，而暗能量正是在这里变得至关重要。在一个没有暗能量，只有物质和辐射的宇宙中，膨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慢，重力会将一切拉回原位，宇宙最终可能会停止膨胀，并在一次大坍缩中重新坍缩，或者它可能会永远扩张，但扩张速度会不断降低，逐渐接近零扩张。无论哪种情况，结构之间的相对距离都会大致保持不变或减少。现在距离较近的星系会保持近距离，甚至会变得更近。宇宙网结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存在，甚至会随着重力将丝状结构和星系团拉到一起而加强。但我们并不生活在那个宇宙。第9章，膨胀正在赢得最后一局。我们生活在一个晚期由暗能量主导、整体膨胀正在加速的宇宙，这改变了一切。到了最大尺度，膨胀不再持续减速，未受束缚的结构也就愈来愈孤立。宇宙网正在被拉伸，丝状结构正在变细，空洞正在增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过程正在加速。随着空间膨胀，暗能量的密度似乎保持不变，或者说几乎不变。这意味着随着宇宙体积的增大，暗能量的总量也会增加。同时，随着空间的膨胀，物质密度会降低，因为相同数量的物质会分散在更大的体积中。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暗能量的影响力相对于物质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强。在宇宙早期，物质占据主导地位，宇宙密度够大，以至于物质的引力压倒了暗能量的斥力。由于物质引力的作用，宇宙膨胀速度正在减慢，这使宇宙结构有时间形成。由于膨胀速度不够快，高密度区域可能会在引力作用下崩塌，物质有时间从低密度区域流向高密度区域，从而形成了宇宙网。但大约50亿年前，暗能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宇宙膨胀到一定程度，物质变得够稀薄。暗能量的恒定密度意味着它现在对总能量密度的贡献比物质更大，扩张速度开始加快，而且一直持续加快。这种加速正在逐渐破坏结构，不受引力束缚的物体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推开。在遥远的未来，宇宙将比现在空旷得多，大部分物质将集中在孤立的星系团或单一合并的星系中，这些星系团或星系之间被数十亿或数万亿光年宽的空洞隔开，宇宙网将会消失，彻底不复存在。在极端的大撕裂模型中，暗能量密度会随时间增强，最终才可能依序破坏星系团、星系，甚至原子结构。但这不是标准宇宙常数的预测，现有观测也没有证明大撕裂必然发生。较保守也较常见的长远途径是宇宙持续加速膨胀，未受束缚的结构愈来愈孤立，最后逐步逼近热寂。第10章，当宇宙再也无事可发生。热寂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误会，它不是宇宙变得异常炎热，而是能量差逐渐消失，宇宙逼近最大熵状态。想象一杯热咖啡放在房间里，最初咖啡热，房间冷，所以热量能够流动。等到两者温度相同，能量依然存在，却没有足够的温差让你继续取出有用功。宇宙也是如此。今天恒星很热，星际空间很冷，星系密集，空洞稀薄。正是这些差异让核融合、化学反应、生命与计算得以发生。热力学第2定律告诉我们，封闭系统的总熵不会自发下降。对宇宙而言，真正特殊的是早期极低的引力熵，物质虽然炙热，分布却异常平滑，仍有庞大的结构形成空间。
随着恒星、黑洞与更复杂结构出现，总伤反而不断增加。接下来的历史会漫长到失去日常意义，未来数兆到数十兆年，恒星形成率会继续下降，寿命最长的红矮星可以燃烧数兆年，而新的恒星形成可能在大约10的14次方年尺度上接近终止。之后，宇宙进入由白矮星、中子星、褐矮星与黑洞主导的简并时代。引力交互作用会把许多残骸逐步抛出原来的星系。没有稳定光源的世界会在几乎完全黑暗中漂流。黑洞看似是最后不会消失的天体，量子理论却给出另一个答案。霍金在1974年指出，弯曲时空中的量子场会让黑洞对远方观测者呈现热辐射，因而缓慢失去质量。常见的粒子对在事件世界两侧分开，只是帮助理解的比喻，不是完整推导的字面过程。恒星质量黑洞蒸发所需时间大约可达10的67次方年，超大质量黑洞则可能延续到约10的90次方年以上，最极端估算甚至接近10的100次方年。最后，连黑洞也会化为极度稀薄的辐射。质子是否衰变，仍是另一个未知数。标准模型把质子视为稳定，一些大统一理论则预测它具有远超目前宇宙年龄的寿命。实验至今尚未看到质子衰变，只能不断提高寿命下限。如果质子会衰变，普通物质中将在难以想象的岁月里瓦解成更轻的粒子与辐射。如果质子永远稳定，冰冷残骸仍可能透过极其缓慢的量子与引力过程继续演化。不论细节走哪一条路，只要按能量近似宇宙常数，宇宙持续加速膨胀，长远趋势都相似，可利用的能量梯度愈来愈少，物质愈来愈分散，能发生复杂事件的机会愈来愈低。热寂不是一场轰然落幕的爆炸，它更像一部电影，在最后一颗恒星、最后一个黑洞、最后一次可利用的能量交换之后，画面没有突然切黑，时间仍可能继续，只是再也没有足够的差异推动新的故事发生。从这个角度看，空旷并不只是宇宙今天的主要状态，它还可能是宇宙最漫长的未来。第11章，星系为什么能在黑暗中存在？不过，在走向结尾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回头追问。我们生活在所谓的恒星时代，也就是恒星的时代。这个时代始于宇宙大爆炸后数亿年，当时第一批恒星形成之时，这个过程将持续数万亿年。因为恒星将诞生、成长和死亡，和可能延续到约10的14次方年尺度的恒星时代相比，今天仍接近非常早期的阶段。宇宙的年龄约为138亿年，恒星还会在极其漫长的未来陆续形成，而已存在的低质量红矮星更可燃烧数兆年。所以，虽然宇宙现在大部分是空的，但相对于过去和未来而言，它实际上处于最充盈的状态之一。现在的恒星和星系比10亿年前多得多，未来还会出现更多恒星，它们是由现有星系中的气体形成，直到这些气体耗尽或因膨胀而散去。因此，宇宙历史上的这一刻是独一无二的丰富，独一无二的复杂，独一无二的充满结构。而最引人注目的结构莫过于星系本身。星系的存在并不违反物理定律，真正的难题是，它们如何在早期宇宙中如此迅速地成长、点亮并形成结构。韦伯太空望远镜让我们看见大爆炸后数亿年的明亮星系，其中一些比早期模型预期更成熟，但这并不表示每座早期星系都已经像今天的银河系一样完全稳定，也不需要先绕行数十圈才算形成。早期暗物质晕可以快速聚集，气体又能透过辐射散热，向中心坍缩，高密度环境中的恒星形成率也可能远高于今天的银河系。因此，快速形成明亮星系并非不可能，真正需要调整的是气体吸积、
尘埃、黑洞活动、恒星形成效率与回馈的细节。答案的一部分在于暗物质。暗物质不会与辐射相互作用，因此它可以快速坍缩而不会受到辐射压力的阻碍，先形成暗物质晕，进而产生引力井。普通物质会落入这些井中，并在暗物质引力的作用下聚集，这将显著加快星系的形成速度。如果没有暗物质，星系的形成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可能长到星系稳定之前，恒星形成的窗口就会关闭。但即使是暗物质，也存在着许多谜团。为什么漩涡星系如此井然有序？部分悬臂可用密度波描述，另一些则可能是较短暂、会反复形成的结构。不同星系未必只有单一机制。气体云进入悬臂时会受到压缩，从而引发恒星形成，产生明亮的年轻恒星。这些恒星构成了悬臂的可见结构，但螺旋结构应该是不稳定的。差速旋转，即圆盘内部部分比外部部分旋转得更快，应该会使悬臂越缠越紧，直到消失，这叫做缠绕问题。然而，漩涡星系可以保持其漩涡结构数十亿年之久，经典密度波理论提供了重要解释。但现代模拟显示，悬臂也可能受到星系棒、伴星扰动与暂态结构共同影响。图案会移动，但材料不会移动。恒星和气体在绕悬臂运行时，会不断进出悬臂，但这些臂状结构本身会以密度分布模式的形式持续存在。从数学角度来说，这是可行的，但这需要星系盘的特定条件。星盘需要具有适当的质量、适当的大小，以及适当的恒星和气体分布。质量过大或过小，螺旋结构都无法持续存在。为什么这么多星系都具备这些条件，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另一个谜团是星系旋转曲线。当天文学家测量恒星在距离银河系中心不同距离的轨道速度时，他们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星系的外围区域，恒星的运行速度比仅根据可见物质推断出的运行速度要快得多，这是暗物质存在的主要证据。但要解释旋转曲线所需的暗物质分布非常特殊，冷暗物质模拟通常产生近似球形的暗物质晕，密度由内向外降低。真实星系则会受到普通物质回馈与合并历史影响，其中著名的 NFW 轮廓以纳瓦罗、弗伦克和怀特3位研究者命名，是冷暗物质数值模拟常见的平均分布。真实星系的暗物质分布为何与简单模拟出现差异？尤其中心密度的尖峰核心问题，至今仍是活跃研究。暗物质晕与普通物质如何在数十亿年的回馈中共同形成观测到的旋转曲线，仍有许多细节待解。就好像暗物质知道可见星系在做什么，并调整自身以保持一切稳定。当然，暗物质什么都不知道，它完全是透过引力相互作用的。暗物质、气体、恒星形成与回馈过程能共同塑造出稳定星系，说明其中存在精细而复杂的动力平衡。它暗示了宇宙结构形成的一些深刻原理，而我们对此尚未完全理解。然后还有星系质量的问题。星系的大小差异巨大，从拥有1000万颗恒星的矮星系到拥有10兆颗恒星的巨型椭圆星系，这相当于质量相差100万倍。为什么选择这个范围？为什么不能是只有1000颗恒星的星系呢？或是拥有1000万亿颗恒星的星系？答案似乎是较小的结构无法抵御各种破坏性过程，超新星爆发、恒星风、年轻恒星的辐射压力，所有这些都能将气体从小型星系中吹出。如果一个星系太小，它就会失去气体，无法形成新的恒星，它会逐渐消失，或被更大的临近物体吸收。从宏观角度来看，星系的大小似乎存在着极限。最大的星系是在巨大的星系团中心透过合并形成的，
它们体积庞大，包含数兆颗恒星，但即使是它们，也受到所在区域物质数量和宇宙膨胀的限制，阻止更遥远的物质落入其中。因此，我们观测到的星系质量范围是由物理过程决定的，这些物理过程有利于某些尺度，而非其他尺度。但是，星系为何以现在的形式存在，以及它们所具有的性质，这些细节仍然是活跃的研究领域。数据模拟可以产生类似真实星系的星系，但这需要仔细调整参数。观测结果不断带来惊喜。韦伯望远镜在早期宇宙发现了一批比原先预期更明亮、更成熟的候选星系，促使天文学家重新检查质量估算与星系形成模型。它们体积太大，结构太完整，形成于宇宙大爆炸后不久。这可能反映恒星形成、尘埃、黑洞活动，或质量估算仍需修正。是否需要新物理，目前还没有定论。这对天文学家来说令人兴奋，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仍在探索宇宙的运作规律。但这也意味着星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奇妙。它们不是只靠单一过程就能解释的简单结构，它们是多种物理过程长期共同塑造的动态系统。暗物质提供引力支架，初始密度波动幅度合适，恒星形成过程以合适的速率将气体转化为恒星。超新星和黑洞的反馈调节剩余气体的数量，星系合并和相互作用重新分配物质。所有这些因素必须共同作用，才能形成我们所看到的星系。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而星系将会截然不同，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这就让我们回到了人则原理。我们观测到星系以有利于恒星形成、行星形成和生命存在的形式存在，因为若条件完全不允许恒星、行星与生命出现，就不会有观测者提出这个问题。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情况的特殊性。宇宙原本可能比较均匀，没有密度波动，也没有结构，或者更成团块状，波动幅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只形成了黑洞，或者膨胀速度可能更快，从而完全阻止了物质聚集，或者暗物质可能根本不存在，结构形成速度如此缓慢，以至于在恒星形成时代结束之前，星系从未形成过。这些情景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产生一个没有星系、没有恒星、没有行星、没有生命的宇宙。我们能够存在并观测星系，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极少数能够产生星系结构的初始条件组合中。即使在这种罕见的格局下，我们也身处在一个特别的时代。时间够早，星系仍在形成和演化，为恒星形成提供了动态环境。时间已经够久远，好几代恒星经历了诞生和死亡，产生了行星和生命所需的重元素。宇宙膨胀尚未到将所有星系隔离到无法观测的地步。这就是我们的宇宙背景，浩瀚宇宙中存在的一小片空间，在这里结构得以展现并被观测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宇宙仍然具有结构的时代。当星系距离够近，可以相互观测；当恒星足够多的时候，行星就可以围绕着它们运行，生命也就有可能出现。在遥远的过去，宇宙温度过高，密度过大，以至于无法形成任何结构。在遥远的未来，这里会变得太过寒冷和荒凉，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我们生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狭窄窗口期内，随着膨胀和熵的作用，这扇窗户最终会关闭。第12章，黑暗海洋里短暂亮起的火花。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很容易只看见寒冷、孤立与终结，但换一个角度，此刻的宇宙也非凡的难以置信。早期微小的密度起伏被引力放大，暗物质搭起看不见的骨架，普通物质落入其中，点燃第一代恒星。恒星在核心制造碳、氧、铁等重元素，再透过恒星风与爆炸把它们送回太空。后来的恒星与行星，
便从这些被反复加工过的材料中诞生。至少在一个世界上，化学变成生命，生命演化出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又产生能够回望宇宙的意识。这条链条的许多环节仍未完全理解，也不能被简化成所有参数只要稍微改变，生命就必然消失。例如木星究竟保护地球还是增加撞击，月球对长期气候稳定的必要程度，宜居带的真正宽度，都比流行说法更复杂。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宇宙确实提供了一段允许复杂结构出现的窗口，它不能永远太热，也不能永远太均匀，需要物质聚集，却不能让所有东西立刻坍缩，需要恒星存活足够久，让化学与演化有时间展开，而我们就出现在这段窗口之中，不是宇宙的中心，也没有证据显示宇宙是为人类而造。我们只是在一个罕见的时刻，位于一条物质较密集的宇宙细丝上，绕着一颗普通恒星运行。可这并不让我们变得微不足道，恰恰相反，因为在宇宙绝大部分空间都沉默的背景下，这里的物质学会了提问。我们造出望远镜，让一块看似漆黑的天空显出数千座星系。我们测量恒星运动，推断出看不见的暗物质。我们追踪超新星的微弱光芒，发现宇宙膨胀正在加速。我们甚至能从 2.7 开尔文的微波余晖中重建138亿年前宇宙的模样。理解不会停止暗能量，也不会阻止恒星熄灭，但理解改变了黑暗对我们的意义。没有被看见的空洞，只是沉默的空间；被测量、被理解的空洞，却成了宇宙历史留下的证词。它告诉我们物质从哪里流走，星系在哪里诞生，也告诉我们膨胀如何一步一步战胜结构。所以宇宙为什么如此空旷？因为物质从来没有均匀留在原地，微小起伏被引力放大，高密度区域夺走周围物质，留下愈来愈大的空洞。暗物质帮助星系成型，暗能量则在更晚的时代加速拉开未受束缚的结构。空洞与星系不是彼此相反的两种失败或成功，它们是同一段宇宙演化留下的正面与背面。而此刻，在大爆炸与热寂之间，一部分物质短暂组织成了恒星、行星、生命与意识。我们站在黑暗海洋中的一座小岛上，知道远方的灯火终有一天会淡出视野。也正因如此，今天仍然能看见、能测量、能理解，才显得格外珍贵。宇宙的常态也许是空旷，但在黑暗重新占据一切之前，宇宙曾经透过我们回头看见了自己。